欢迎来到妮娜一日记，和妮娜一起开启快乐的钢琴旅行吧。今天的视频，妮娜想跟大家讲一讲如何更好的选择一名钢琴老师，如何在课程当中与钢琴老师进行很好的沟通。也就是说，在你的学琴路上，除了你的练习、刻苦的练习以外，最重要的就是沟通。好啦，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，你在选择老师的时候，看看老师的资历，然后最好是可以听听老师的课程，然后呢，才是把你自己的学琴想法一定要很清楚的表达给老师，你对钢琴的学习有什么要求？你想让你的孩子大概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？比如说你想进行专业院校，你想考级，然后或者是你想只是单纯的让他有一个业余爱好，那么3种不同的模式，老师的教学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很好的沟通之后，我们也要听一听老师对教学上有什么样的理念，因为有的老师的培养，每个老师的教案呢，每个老师的培养方式也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你自己表达完清楚了之后，一定要倾听老师的整个的对这个课程的想法，整个的教学模式是什么样的，我们两者都统一了，大家都能接受了，这样才能选择到一名很好的钢琴老师。那么选择好了之后，也不是说我们每天就认真练琴就可以了，错啦。所以我们说，除了练琴之外，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。成人我们就要每节课都要跟老师进行沟通，反馈一下你在家练习的情况，让老师听一听你在家练习的情况是不是会有问题。那么小朋友就需要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多加的支持了，一定要跟老师去反馈一下孩子在家练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然后试着让孩子自己说一说遇到了哪些问题，看看你在家里的这些练习方法是不是最有效以及最高效的。所以整个的钢琴学习过程当中，要不断的进行沟通。那在我们的学习当中，可能也会不停的去变换家长的思想，孩子的思想，所以呢，就是及时的与老师沟通，跟老师进行磨合，这样才能使你的钢琴课程变得越来越有效，使你的钢琴弹奏的技术进步才能越来越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希望你在评论区下方给妮娜留言，妮娜都会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的。也希望你把妮娜的视频分享给身边更多的好朋友们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